在上一期呢，我们通过 TNT 复制机在120格的高空进行一个偷袭，成功的打败了这个九头蛇 BOSS。在打败 BOSS 之后呢，我们潜入了他的巢穴。虽然他的巢穴里面的矿没有矿山的矿多，但是呢，也足够我们补给一段时间了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呢是刷石机，由于我们后期还需要非常多的石头啊，那么这里脑子也是抽了啊，连这个侦测器也不会做了。我们做完侦测器呢，还需要非常多的岩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里要多做一些桶，去那个主世界打一下这个岩浆。我们通过这个木色的传送门啊，来到了这个主世界。由于这个传送门之前是有问题的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从鸟不拉屎的一个地方跑到那个出生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出生点的这个矿道里面，人工矿道。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喝几桶岩浆。哎，我的背包好像满了。我们回到了这个木色森林，这里放上一些箱子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一个收集的部分。然后我们要做上一些漏斗，在箱子的后面呢，全都放上漏斗。然后把这个刷石机的生产的部分把它做好。这里呢，通过生产出来的原石，在这个活塞的推动下将它往上推。然后旁边放上玻璃，玻璃里面呢放上水和岩浆，这样就方便我们去观察里面的一些动态。那么如果大家是强迫症玩家的话，再一次警告强迫症玩家，我就喜欢残害这些强迫症玩家。我这个第一颗熔炉放的是歪的，在熔炉的下面呢，我们再放上向下推的活塞，这样呢，下面的石头往上推，上面的石头往下推，最后推到中间以后，我们在后面放上一排活塞墙。这里的石头我也是用完了，我们用巨人镐去地下挖一点石头。挖完的这些石头呢，我们再继续做活塞。由于要做这个活塞墙，要做4×7的这么一个范围，所以呢，这个活塞刚刚也是用完了。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呢，就是要激活上面和下面的这个活塞。我们通过这个侦测器从中间，然后往上和往下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激活。好，往下的这个侦测器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放。然后我们需要到上面，把侦测器也延续到上面去。这样呢，上面和下面我们要保持一致，上面放四个，下面也是放4个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铺上红石，然后我们跳到中间来。那么中间呢，这里是做控制链路，这里放上4个中继器，3个满档，1个2档。那么这个岩石呢，就正好是岩浆和水产生原石的速度。这里我们用原石搭到后面来，这后面的一排活塞我们需要把它给激活。这里再次残害强迫症玩家了，上面放的是原石，下面放的是石砖。这样放上红石粉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激活这一个方块就可以使这整面活塞墙都给推动。然后这里放上粘性活塞。我们只需要对着这个方块进行一个侦测，如果这里的有石头从上面推下来了以后被侦测器侦测到了，就可以使后面整面的活塞墙推动。这里的侦测器放反了，我们需要侦测的是这前面的这个方块。
好，我们现在可以试验一下。虽然这个后面侦测器是被拖动了，但是活塞墙好像没动。哦，原来这里的活塞墙放的位置不对，它中间隔了一个我们要往前面移一排。在我们移完了这些活塞墙之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上面的 TNT 复制的部分把它给做好。我这里呢，通过的是用这个粘液块来带动这个红石块进行一个信号的传递，然后上面放上这个延时的装置，我们放5个中继器，4个满档，1个 E 档，再放2个比较器，这样的延时才能符合我们的机器的使用。把这个延时装置呢做好了以后，我们要把这个 TNT 复制的部分做出来。这里的 TNT 复制就跟我们上一期的 TNT 复制装置是一样的。好，这里放上 TNT 以后呢，我们要用拉杆把它激活一次，把它给粘上。好，现在我们开机试运营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运行的状态呢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一切都正常。其实这个原理呢，就是通过这个方块被推动时候形成36号方块。由于36号方块它的抗爆性能呢非常弱，而且呢36号方块在被爆炸的时候呢100%掉落。这里呢我也是把2边都给做好了。我们开机试一下。下面的收集部分呢，就是用水流进行一个冲刷，使它们进入箱子里面。